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财务规划驾驭人生。今天我们来谈一个困扰很多人的问题：为什么总是存不到钱？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困惑？明明收入不错，为什么月底还是没钱存？甚至有时候赚的越多，花的也越多，总觉得不管怎么努力，存款还是没有增加。其实这不完全是因为赚的不够多，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些心理误区。今天我会帮你揭开这些误区，并分享3个简单有效的策略，让你从根本上突破这些限制，开始存到钱，甚至让你可以在下一个月就看到改变。别担心，这不是什么抽象的理论，而是基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习惯，这些都是能够立刻付诸实践的技巧。如果你也想了解为什么总是存不到钱，并且迫切想要改变，接下来的内容绝对不容错过。第一个心理误区：消费主义的陷阱。我买这个，我的生活就更美好了。这是当下许多人深信不疑的消费观念。每次刷卡的时候，脑海中常常会浮现这样的想法：这次真的需要它，这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但实际上，这种瞬间的满足感往往只是购物的幻觉，却让你每月结束时口袋空空，财务压力却不断加大。或许你也曾因为看到广告上的优惠、社交媒体上的购物分享，或者是朋友的推荐，买了很多其实并不需要的物品。那一瞬间的兴奋和满足感很真实，但它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却常常被忽略。你可能发现，这些不必要的消费无形中累积成了你的财务负担，让你根本无法存钱。这种消费主义的陷阱其实是现代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心理误区。当我们将购物与快乐、成就或自我犒赏联系在一起时，会很容易迷失在眼前的消费诱惑中，忽视了长期的财务规划。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收入不错，却总是无法积累存款的原因之一。接下来，我将分享3个简单且实用的策略，帮助你摆脱这种消费陷阱，真正做到理智消费，让你开始看到存款的增长。具体方法：如何打破消费主义的误区？1. 给自己设定购物清单和限制。每次去购物前，提前列出清单，这不仅能让你更有条理地选择需要的物品，还能帮助你避免冲动购买。如果你发现自己随手加的东西常常是多余的，可以设立一个不必要购买清单。每次想到新物品时，先问自己：我真的需要这个吗？这样的规划可以帮助你从源头避免消费主义的陷阱。2. 将消费视为体验而非物品。很多人购物其实是想要买到一个幸福感，但买了很多东西之后，你会发现那种幸福感持续不了多久。你不如将这种渴望转化为体验，比如报名一个健身班、去旅行，或者学一门新技艺。这些不仅能丰富你的生活，还能避免你被物质消费所拖累。3. 用30天法则测试欲望。当你想买一个东西时，给自己30天的冷静期。如果30天后你仍然觉得它对你的生活至关重要，那么可以考虑购买。如果你发现根本不需要，甚至根本忘记了自己曾经想过要买它，那么这笔钱就可以留着存起来了。第2个心理误区：过度自信，低估开支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？每次收入一到手，心里总是觉得自己完全不会有财务压力。我赚的那么多，怎么会存不到钱？这种想法听起来很理所当然，但它其实是一种过度自信的错误。许多人都会陷入这种误区，收入一增加，反而觉得自己可以随心所欲消费，并且认为只要有足够的收入，就不会有存不下钱的问题。结果，生活开销也随着收入水涨船高，最终却依然无法存钱，甚至因为支出过大，陷入财务困境。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，你低估了自己的开支。在收入增长的同时，许多人并没有做出相应的理财规划，反而因为自信过头而无视自己消费习惯的改变。高收入让你在面对高额消费时没有警觉，结果支出往往超过了实际的收入，让原本应该存下来的钱反而被无形中花掉。这种支出超过收入的情况，通常发生得非常悄然，并且很难察觉。你可能以为自己的收入足够大，
能够轻松应对所有开支，却忘记了生活中的一些小开支，往往会累积成大问题，最终让你始终无法积累存款。那么，如何改变这种过度自信的心态，真正掌握自己的财务状况呢？接下来，我将分享具体的策略，帮助你准确预测开支，从而避免这个常见的误区，让你开始实现稳定的储蓄目标。具体方法，如何从过度自信中走出？一、开始精细的预算规划。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花费有些无法掌控，那么不妨开始用预算来管理。比如，根据每月固定支出设定额度，再计划出一部分收入进行储蓄。这样不仅能帮你控制消费，还能确保每个月都会有储蓄，逐步改善你的财务状况。二、设置自动转账，避免手滑花掉钱。你可以设定每月自动转账，一部分收入直接进入储蓄账户。这样不仅能避免手滑乱花，还能确保储蓄成为你的固定支出。你甚至可以设置一个强迫储蓄计划，无论收入多少，都有一部分是必须存下来的。三、记录每一笔开销，无论是吃饭、娱乐还是购物，记录下来你的每一笔开支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平常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额消费，累积起来会占据相当一部分的收入。定期检视这些开支，寻找哪些是不必要的，这样你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省下不少钱。第三个心理误区，拖延症，总是明天再开始，明天开始存钱，今天先花掉吧。这是很多人对储蓄的常见心态，听起来似乎很合理，但其实这正是拖延症的一个典型表现。很多人总是告诉自己，等有更多钱了再开始存，或是今天先不存，明天就开始。然而，这样的想法其实是一直将储蓄推迟到未来，最终让储蓄计划无法启动，甚至一直无法付诸实践。拖延症的心理误区在于，我们总是认为未来的自己会比现在的自己更有条理，会更容易储蓄，但事实上，这种假设并不成立。无论收入如何变化，只要我们不开始行动，永远都会有明天来拖延，储蓄计划就无法真正落地。这种心理误区其实是一种逃避，对当下行动的回避，让你始终无法突破自己财务困境。结果就是日复一日，你把明天开始存钱的计划不断延后，而每一天的拖延会让你越来越远离你的储蓄目标，甚至可能错过一些本应抓住的机会。要突破这个误区，最重要的就是从现在开始，不再等到明天才行动。接下来，我将分享具体的策略，帮助你立刻开始储蓄，摆脱拖延，并让这个习惯成为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具体方法，如何克服拖延症，立即行动。一、设定简单且具体的储蓄目标。如果你的目标是存钱，那太模糊了。试试设置具体的目标，比如每月储蓄1000元，3个月内达到3000元，并将这个目标具体化。这样的明确目标能帮助你保持动力，并确保你不会拖延。二、每月设定自动储蓄日期。和过度自信一样，拖延症也可以通过自动化来破解。将储蓄当作固定支出，设定一个自动储蓄日，每次领到薪水时，储蓄金额会自动转入专门的储蓄账户，这样储蓄行为就变成了每个月的必然。三、小步快走，逐步养成习惯。如果一次储蓄过多让你感到压力，那就从小额开始，每月储蓄200元，慢慢养成习惯，逐步提高金额。当储蓄行为成为日常习惯时，你就不会再感觉它是一项额外的负担，反而会自然而然地进行。改变从现在开始，让未来的自己感谢你。当我们提到存钱的时候，很多人心里会想，存钱真的那么难吗？事实上，存钱的难度往往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心理误区和行为模式。消费主义、过度自信和拖延症这3大误区困扰了无数人，也让他们错过了财务自由的机会。但不要灰心，现在开始，这一切都可以改变。只要你能跳出这些误区，设立合理的储蓄目标，养成良好的理财习惯，你一定可以改变目前的财务状况，达到经济独立，甚至财务自由。成功并不在于你赚的有多少，而在于你如何管理，如何掌控你的金钱。今天，从你改变心态的那一刻开始，
未来的你一定会为这个决定感谢自己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点个赞，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成为理财达人。下次再见。